各位 A2GMAT 的同学，大家好，我是 Dustin，先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的 RC 的研讨会。那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呢，不会去讲到具体的题目，我们今天的重点并不是在教你解题的方法，我们今天重点在教你的是一个比解题方法更重要的东西，叫做你的检讨进步的方法。那为什么今天会有这场研讨会？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呢，最近在看网络上，就是有一些在准备 GMAT 的朋友们，他们呢在网络上一直分享说啊，我做这个 RC 是不是感觉好像自己的智商有问题，还是自己的英文有问题？为什么我做这么多的 RC 却没有进步，对吧？那所以呢，我想要跟你讲的是，你在做题的时候当然很重要，但是呢，做完了之后检讨会是更重要的。所以今天我要教你的是一套最新的检讨的方法。OK，因为你要认知到说，就算今天去上了补习班，就算今天去上了课程，但是上课程只占了你所有准备里面10%的时间，90%的时间还是要依赖你自主的做题跟检讨。大部分的人懂做题，但是不懂检讨，那这就是造就了高分者跟低分者的差距。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你的错误是你的保障。好，我们要来看如何去建立属于自己的 RC 检讨错题本。那首先我们先来建立一下基本的观念。基本的观念叫做，一般人做题刷题跟高分者做题检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先来看一下你过去的循环。练习完之后，好，做完一道题目之后对答案，对答案之后呢，就去读那个详解，对不对啊？这道题这个我 A 选项选了，然后呢，答案是 C 选项，那好选错了哈，选错了话我就看一下A 选项这边讲的是这个就是A 公司好像没有在文章里面提到，所以 A 公司没有提到。然后 C 选项讲的这个地方说这个是学者甲的态度，不是学者乙。那我了解了之后呢，我可能就顶多把这个字标一标，有没有把这个 A 学者的字标起来？然后把这个 B 公司的字标起来，然后呢回去文章把这个定位去复制下来贴上来，就觉得自己懂了，然后就到下一题去了。这就是你过去的检讨方式。那么你就想说，我有做题啊，对不对？我也有对答案啊，然后呢，我也有去检讨。那我的检讨是我把这个故事搞懂啊，我把这个选项的每个字都搞懂，然后呢，把文章的定位句抓出来，OK，结束。哦，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进步呢？有没有发现下一次同样的错还是会继续去犯，对吧？好，所以这时候到最后你就受不了了，崩溃，在网络上说，哎，为什么我的这个 RC 一直都没有进步？为什么我今天早上做了4篇，然后呢错了3篇，然后到了隔天早上做了4篇又对3篇，你那个正确就一直波动波动波动，就很像你买一只就是波动性很高的股票一样，你永远看不到它的稳定成长的一天。OK，我觉得最关键的点你要意识到的是，你了解这道题的解释不等于你学会了能力。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想我常常跟同学讲，这道题它之所以作为练习题，它的意义就是它未来不会在正式考试里面出现了。各位，你有哪一场正式考试你有遇到过放在 OG 里面的题目，放在 Verbal Review 里面的题目出现在考试里面？不会嘛，对吧？它一定都是新题目，考试中出的题目不会在平常看到的。所以呢，今天如果你只是搞懂这道题目的故事的话，那其实你只是在帮这道题做大题的解剖，就是你是收尸啊，帮这道题收尸。好，然后呢，收完尸之后呢，接下来再去做下一道题，换了不同的故事，可是你的能力没有进步啊，对吧？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这样子。OK，好，所以呢，最关键的点在于说，你要怎么样传递能力，从为这道题收尸，透过一系列的诊断，能够转移到为下一道题找线索，这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所以，我们来看刚刚我们说你过去的错误的检讨是只是把这个题目的故事搞懂，对不对？然后呢，只是问你自己说，要怎么去解这道题目？但其实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了，因为这道题目不会是正式考试里面算你分数的题目，所以你问自己要怎么解这道题目没有意义。OK，真正的重点是你要问自己，把焦点转移到自己身上，因为从现在到你正式考试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是不会变的？题目会变，对不对？什么东西是不会变？你是不会变的，就是你的脑袋是不会变的，对吧？你是带着你现在这颗刚刚做错题目的脑袋去上未来的考场，对不对？所以既然脑袋不会变的话，那问题就在脑袋身上，对吧？所以你要把重点放在你自己身上哦。你要去想说，到底我刚刚是哪一步做错了？我的能力是哪里缺乏了，对吧？比如说，我刚刚到底是单字解读错误，
还是说刚刚我因为这个句子的结构比较复杂，所以导致我这个读错了重点，对不对？还是说今天我因这个推论题我容易就是定到错误的态度，对吧？好，就是要拨开那个故事，好，回归到你能力的实质，就是你的能力的问题是不论故事、不分故事的，不是说因为刚好遇到这一题所以你做错，而是说以后遇到任何的题目，别的题目有推论题，可能你也会做错。哦，你的目标不是要去征服题库里面的每一道题，因为正式考试里面这些题目都不会出现。你的目标是要去了解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地方，OK，找到自己问题的盲点。好，好，问题来了，到底盲点要怎么去定义，对不对？你说 Dustin，我就知道只有一件事，就是我的 RC 很烂，我常常做超时，或者说我常常做错，对吧？这是很多同学他会跟我咨询的时候，他会跟我讲，Dustin，我 RC 错很多，正确率不稳定，或者是我 RC 就写的很慢，来不及做完题目。这个是90%的同学他仅仅看到的，就是只看得到做错，那是最直接的感受，对不对？只看得到说，做的时间长。可是呢，如果你想要突破问题，你就要突破表象，去找到背后的实质的原因，对吧？就举个例子好了，90%的人都知道自己最近在咳嗽，知道自己发烧，知道自己喉咙痛，对不对？但是呢，只有医生可以告诉你，OK，喉咙痛的背后有几种可能比如说今天是细菌感染，比如说今天是发炎比如说今天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呢，根据这些可能去对症下药，对不对？所以遇到表象，我们必须要突破表象，去切到里面的实质背后的病因。我们找到病因之后才能去对症下药。OK，那么怎么去找到病因呢？首先，我们要先把病因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叫做错误，所谓的错误的意思叫做，今天呢，你有针对一个点下去判断，但是呢，你的判断的结果是错的。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字 apple 原本的意思是苹果，你毫不犹豫把它解读成水梨，那个这个就叫做错误，对不对？OK，就是你没有犹豫你没有犹豫，你没有卡住，你也没有什么思考断线之类的，就是你的观念本来就是错的或者是呢，文章里面这边写由 A 到 B，因为 A 导致 B，结果呢，你的思考也没有犹豫，你也没有卡住，你也没有读懂，但是你当下直接把它读成由 B 到 A，或者是把它读成 A 跟 B 同时发生，这个叫做错误。就是你没有犹豫，你没有去感到阻碍，可是呢，你的解读或者是你的推理就是错的，这叫做错误类型。哎，针对这种错误，你要做的事情当然是改变你的思考方式跟你的方法论。第二种叫做困难。什么叫做困难呢？困难就是说你真的卡住了，比如像我们刚刚的例子，一个 apple 这个字出现，你不会直接把它叫水梨，可是你不知道它叫苹果，你就想说，糟糕，apple 这个字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或者是今天文章里面写因为 A 所以 B，你就卡住了，想说这个地方到底 A 跟 B 的关系是什么？你没有任意判断一个，可是你就卡那个地方，这就是叫做障碍。那障碍的部分呢，当然我们除了补充基本知识之外，还有就是要大量做题去锻炼熟练度。好，所以这两种大方向是不太一样的。一种叫做错误，对不对？错误就是真的要更正观念。另外一种叫做障碍，障碍的话就是你卡住，就是做的很慢。那这个当然是要锻炼熟练度为主，所以你必须要先分清楚这两种类型，好不好？那再来呢，我们也要分清楚我们需要检讨的题目有哪些。好，过去呢，我曾经去提倡说，每个同学所有题目都要去检讨，这是我过去曾经提倡。但是呢，后来发现这样子做有点不切实际。为什么？因为不是所有的同学都是全职考生，就算你是全职考生，我们现在的 GMAT 科目也很多，题型也很多。以前没有那么多题型以前大概就是4到5种题型，现在的 GMAT 有7种题型，每一种题型每天都要去练那如果每一道题都去检讨的话，那想必你的做题的速度就会不会就是量就不会多然后再来每一道题都要去彻底的做总结的话，那可能你这个一天也只能做到1到2题。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就是说你不用每一道题都检讨，现在但是呢，我们要把题目分成3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叫做正确做对了题，而且是满怀信心的正确。什么叫满怀信心的正确？就是这道题目你做对了，而且呢，
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每一步的思考都很清楚，你没有任何猜测的地方，你没有任何不确定的地方，你是完完全全知道文章要讲什么，逻辑要怎么推，好，每个选项的解读是什么，它为什么错误，你都完全清楚。这个题目可以直接在做完对完答案之后跳过，不用检讨，节省你宝贵的时间。OK，第二种叫做这道题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有明显感觉到卡住了，不知道怎么判断，就是你做的时候就觉得，糟糕，我抓结论的时候好像抓不太到结论，我先猜一个结论好了，但我不太确定，然后继续往后走。啊，糟糕，最后这两个选项 A 跟 C 这两个选项，我在选的时候哈，就是感觉我选 C，但是我觉得 A 真的也不太确定，我觉得还是有点尴尬，这叫做所谓的卡住。OK，好，那么对于卡住的题目呢，我们在事后检讨的时候，只需要去看详解就可以了。只需要去看详解就行了。但是呢，要根据详解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好，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OK，什么叫做根据详解对照诊断标签？好，第三种叫做如果今天你做错了，可是你的做错不是刚刚那种你知道自己哪里卡住了做错，对吧？你的做错是那种我觉得我中间都很顺啊，好，我也没有任何地方卡住啊，该抓结论我也有抓，该选的选项我也有选，每个选项我也都有自己的理由，结果到最后莫名其妙的做错了，到最后呢，这个我选 A，开开心心选 A，结果最后答案翻出来，看怎么是猪怎么是独选项，然后呢，或者是整个流程。你没有说特别卡在某个点上，而是你整个流程都是乱做的，文章也看不太懂啦，这个地方也不知道怎么做啦，就是后面整个崩盘崩掉，就整个题目是乱来的，这叫第三种。第三种是我们的检讨就要更细致。我们的检讨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对完答案发现说这道题目根本刚刚在乱做，或者是你根本也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好，就不是那种自己感觉到明确问题点的那种题目。这种时候，我要请你做一件事，我要请你在看详解之前，你先回去重新记录下自己的记题过程。注意哦，是看详解之前哦，因为你看完详解之后，你就会把自己原来的那个错误的思考方式忘掉了。OK，虽然美其名是忘掉了，表面上是忘掉，但只是短暂的覆盖过去。那个错误的思考方式，下一次还是会出现。如果你没有去修正它的话，只是你如果当下去看详解，你会短暂的覆盖过去。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你先对完答案，知道自己错，而且知道题目真的是刚刚是乱做的时候，你先不要急着去看详解，你先回来把自己刚刚做错那个解题流程先记录下来。你用什么方式记录都可以啦，就是有两种方式啊。一种方式是我现在比较推崇的方式，是你用录音的方式记，因为录音比较方便，比较快嘛。然后录音呢，现在大家的网络上都可以找到那种语音转文字的，就是转录软体，转录的 AI，你可以直接把它转成文字，那是很方便的事情。或者是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你也可以用就是打字的方式或手写的方式去记录下来刚刚自己思考的流程，那个也 OK 没有问题。但总而言之，精神就是要记录下来，这个东西就是你原本思考错的流程。接下来下一步是你要去比对，不管你是比对上课所附的解题影片，或者是比对官方的详解，或者是比对任何的详解，你要去比对这些详解，去找到你跟正确解题方式不同的地方，哪些地方是你跟专家方法不同的地方，然后根据这个不同的地方去对应到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诊断标签，这个就是你的真正问题所在。我们来重新整理一下这个页面，我们讲到把题目怎么去分类。好，题目分三种：做对且完全有信心的，你可以跳过不检讨；做错或做得慢，但是你明确知道就是自己就卡在某个点上，明确知道是某个点上的，这个只要去看详解就好了，去对照详解就可以了。好，完全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是就是做错但不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的，这种时候，请你对完答案之后，先不要看详解，先记录下，不管你用语音的方式，或者是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解题流程之后，再准备去看详解。那么看详解的重点就是要去找到自己刚刚的问题，对吧？如果今天是明确知道自己刚卡在什么地方的，那当然就是看详解的那个地方，知道自己是什么问题，对吧？那如果今天是不知道自己卡在什么地方，你刚刚记录下你的解题过程，那你可以很轻易的去对照自己的问题在什么地对不对？好，但问题来了，Dustin 你说对照有点太模糊了，那我对照如果
到最后我的结果还是一样啊，就是我原本把比如说我原本把这个就是这边看成学者 A 的态度，结果呢答案是学者 B 的态度，那这个对照不是跟我以前的检讨是一样吗？你为什么要这么的大费周章呢？对不对？好，现在就要我讲到很重要的东西，叫诊断标签。好，来这个投影片的部分跟等一下我给你看到的所有的整项诊断表现的部分，这个答案的部分，对不对？好，我会直接等一下在今天活动最后的时候放在今天的聊天室里面给你。好，并且活动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有小礼物，也会有大惊喜。好，今天除了小礼物之外，还会有大惊喜给今天留在最后的同学，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样子。OK，好，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诊断标签是什么。所谓的诊断标签，就是像一位医生的诊断手册，他可以去明确的分类说，这个人在做题上背后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如果没有这个诊断标签的辅助，那么大概率你只会像以前一样知道，哦，这道题目我做错了，这道题目这个就是这个态度我可能抓错了这样子，但你不会把它结构化，你不会把它标准化，永远都只是集中在那一道题或那一组题组上面。好，你没办法去建立错题本。那我们来看哦，有了诊断标签之后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在我们去对照，好，不管你今天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点去对照，好，或者是你今天是整道题目去对照整个集题流程，像这种情况嘛，对不对？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慢在哪里，哦，整道题目去对照，对照流程跟官方的详解，哦，或者是老师的详解影片，这时候你就可以去对照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理解层，第二个层次叫做破题定位层，第三个层次叫做推理跟筛选选项层。这三个层次我们分别会看什么东西？来，我们分别会看第一层叫做理解层，我们会看你是不是对文章的理解是有偏差的。但你说 Dustin 这个偏差，那我自己当然知道，我自己当然知道我文章理解错了。那我为什么要去做分析呢？很简单，因为你如果只是把这篇你以前你知道自己理解错，你只是把这篇文章的故事搞懂而已。So what？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这篇文章的故事未来就不会再出现啦，不是吗？所以真正重要的点不是这个故事搞懂啊，各位，重要的点是你要了解你为什么理解会偏差。哦，所以你看哦，在这个地方，如果针对理解层的话，我们就把它分成各种哦，就是根据 Dustin 过去的经验，把它全部穷举出来，你的理解偏差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好，然后我们每个都有举例哦，比如说文章里面讲这边是 novel 是新的，结果你把它以为是小说，那当然理解就偏了嘛，对吧？好，像这种就是词汇问题。比如说文章里面讲 A 不像 B，结果你以为是 A 跟 B 是等同的，那这个当然就是句子结构的问题。比如说文章里面第二段是在去质疑第一段，结果你以为第二段补充说明第一段，那就是文章结构理解的问题，对不对？哦，那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哦，我把它分了两种哦，就是同样的部分，既有词汇的错误，也有词汇的困难。这两个差别是什么？我们来观察一下。错误的意思还记得吗？我们刚刚说它的意思就叫做你没有犹豫，但是你直接解读成一个错误的意思，对不对？好，那什么叫困难？就是说你没有贸然解读，但是你就是卡在那个地方。像你看这个地方，underscore 强调你没有直接把它解读成分数，什么分数不足这样子，你没有直接解成分数不足，可是你不认识，你就卡在那个地方。哦，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点都会分成错误跟困难。哦，好，这个是第一层，叫做问题，叫做文章的解读的错误跟困难。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把跟你的详解影片对照，然后你的解题流程跟你的详解影片对照，或者是你虽然没有解题流程录下来，可是呢，你自己心里面知道你卡那个点，看了详解影片，看了详解的文字之后，确定知道哦，这个就是自己理解错误了或理解的困难，请你把它记录下来，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二层，第二层叫做破题、解读题目跟回去文章定位的困难。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什么？包括你可能这个题目问的是哦，作者同意哪一个观点，结果你以为你要找的是文章里面提到的一些背景客观事实，对吧？好，或者是今天问这个题目要问的是19世纪也就是20世纪之前的19世纪，结果你以为要找20世纪之后，类似这种概念。那当然呢，就是这种问句理解或者是定位的困难，它除了
就是错误之外也有分成困难就是一个是找错了，一个是定错了，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是卡住了，不确定这个句子到底要问什么东西，或者是不确定这个地方到底要怎么去定位这样子，这是第二层，叫做问题与定位的困难。第三层叫做推理跟选项分析的困难。好，什么叫推理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确实找到了定位句我在对照详解的时候，确定我找到定位句跟详解的定位句是一样。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在看完那个定位的段落之后，我所推出来的思考跟详解里面的思考那个逻辑好像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对吧？这叫做推理方向错误。那当然，如果说看完定位句找到正确定位句，可是你的推理的时候是没有想法的话，就是卡住了，完全不知道怎么去想，那这个就叫做所谓的推理速度慢的困难。你们看到盯着原文跟选项反复比对了好几分钟才选出一个答案，OK，这叫推理速度慢的困难。好，那或者是说，今天你在看选项的时候，那个选项它写出来的字你看不懂，写出来的句子结构太复杂，或者是选项里面呢它有的这些特殊的逻辑，比如说有些选项它有用never only 这些，或者是什么 nevertheless，或者是什么 unless。好，就是用这种特殊的逻辑，结果你却没有辨认出来，这叫做选项分析的逻辑错误，或者是选项里面提到了一些专有名词，结果你因为不了解这些专有名词，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吧？好，那当然同样的架构也有困难的地方，就是这个困难就是指的意思是说，你不是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而是你卡在那个地方，不知道怎么去做下一步。所以呢，你看这样的一个目录，它来搭配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现在回来看。它来搭配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自己知道自己刚刚做题卡在什么点上，你回来直接去对照详解，你就马上知道自己是哪个问题了，对不对？那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卡在什么地方，或者是整个一团乱，那你回来自己先重录一次自己的解题流程，重新记录，再去对照详解。这种时候，我们也马上可以去归类自己是哪几种问题的错误，对不对？这个很重要。所以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些诊断标签都收集起来，做成一个试算表。好，那么这个试算表会长得像什么样子呢？来，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这个试算表就会长得像这样子。假设今天有一个人叫 Alex，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个错题本的试算表。假设这是一周那假设今天呢，他的礼拜一做了一篇题组，当然他可以礼拜一可以做好几个题组啦，这样子。好，那么这个题组里面呢，好，第一道题他做了答案是 B 他这个或者正确答案是 Do， 好，答案是错的。然后呢，他花的时间是110秒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他去对照简单标签，去对照自己的思路之后，他就可以留下诊断标签。比如说这个叫做 reading comprehension error，passage structure，他发现刚刚对照完之后，就原来是对文章的结构判断错误。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题目他要你去就是他一开始他应该是什么？他应该是一个论点配上一个反驳，结果他把第二段的反驳当成是论点的一部分。那因为这样，所以导致他这道题判断错误。那这个地方呢，以前呢他会用故事来检讨，说这个 Alex 这个学者他应该是反对Joseph 这个学者的但结果我把 Joseph 这个学者的论点看成是 Alex 的一部分。以前他是这样子，这个检讨他就只会停留在那道题上，现在他可以把它结构化成架构的判断错误。像他再去深度去看，发现说自己可能对某些题型是有处理的问题，他就会留下这个有没有特定题型的这样处理错误。所以你可以看到，来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假设今天第三道题，他答案选一，结果呢正确答案是 C 选项，然后呢他去对照之后发现了第一个他在做推理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定位句没有看错，可是看完定位句去做推理的时候有 error inference，就是定位句是对的，可是呢，它推理出来的方向跟详解讲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这叫就是推理错误。那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像这个地方就是相关性判断错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第一轮筛选的时候，被详解叫做无关的选项，它却没有把它删去。OK，
就是详解里面说这个选项其实没有文章没有提到或者是无关，结果他竟然把这个选项第一轮没有删，才把它留起来了。所以这里面呢就会有错误，但是也会有障碍。好，所以就是用这个方式把它全部的都记录下来。好，你可以看到它可以一个礼拜7天，然后呢每天呢假设有做2篇的话，就可以去记2篇的题目。好，有没有看到 ？OK， 好，那当然呢错误的就会去标错误的标签，然后呢困难的就会去标困难的标签。这里面所有的标签都是跟着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份标签的刚刚看到这一份标签的目录去记录的。OK，现在开始是1周，有没有？好，那接下来呢，下一步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下一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每一周当然，如果你是在职考生的话，我就会建议你是每一周。那如果你今天是全职考生的话，因为你每天的准备时间比较多，你做的体量也肯定比较多，所以这种时候你的样本量可能每3天就足够了。所以在职考生就是周六日全职考生的话呢，就会是假设1、2、3去做题，那礼拜4来去 review 好，然后呢5、6日再做题，然后呢下礼拜1再回来 review，就是每3天再加一个循环这样子，3+1的这个循环。